在1950年到1953年期间，新政权就是中国共产党啊，就给各地的城市的土地所有权人换发了土地房屋所有证，确认了城市私有土地的合法性。所以82年要改的是否认他们以前认可的城市土地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就按照中部县城，还不是省城，也不是地级市，这个县城的商住土地的出让价格算，那个价格这个中部县级的商住土地大概是1亩就是100万，那你这1亿亩就是100万亿人民币啊，这个真是惊人的。这个人大副委员长彭真主持这个宪法修改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会议，开场白介绍是这么说，关于这一部分啊，他说关于土地所有权过去宪法和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就城市的这块但历来对城市土地是按国有对待。荣毅仁著名的大资本家，他的主张是农村集体土地国有化。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样有利于开矿，有利于采油。那国家工业用地那这样一来很省事嘛。特别激烈的主张那是国防科委主任方毅，方毅的口碑很好但是方毅说国家企业事业发展要用地，而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变成了他们向国家敲竹杠的手段。方毅说我们科学院盖房要用地，这他们一次一次的加价，我们付了3次钱。所有制问题，所有权问题，咱们你提到过，这许成刚老师就在争论这一点。对，待会儿咱们再讲，先把这个好3次讲完。我们继续讲。然后刚才这1、2、3版本都讲完了，其实这已经是几集节目的容量了哈，我相信我们前面的观众会跟着看下来的。那么还有您说到了还有一个半次，其实是那个悄悄的出现的这个城市土地化，城市土地的国有化是吧？您1982年还专门修了宪法。您现在这个再把这一块细的给我们分析一下吧。对，当代中国的这个土地产权，就是中国的所有的产权都是我说是2界多层或者3界多层，就加了一个阳界这是这个大的轮廓。其实这个最宽的界河在土地问题上就是在城乡之间，城市土地、乡村土地，乡下的土地是号称是集体所有，这个城市的土地是国有的，国有和集体所有这个之间的差距之大，能够1亩，比如说我给你10万块钱的集体的，到了那个城市的这个那1亩就100万，能差10倍，那界河非常宽了。刚才以前都说的是农村土地，我现在就单说这个城市土地。城市土地的最后的定性国有化，这是1982年的宪法修订。那时候在第10条第1款宣布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就这一句，这就定了。当时的那个私人业主，你想想82年宪法修订，那文革刚结束，那些一个个的惊弓之鸟，那私人业主早就驯服几十年了，谁敢质疑这一块质疑宪法无人质疑，甚至于这一条出来的时候都没人关注，是觉得这土地不是一直就是你们国家所有吗？有什么呀？就没人理睬，没人关注，悄悄的、悄无声息的这一条就过去了。当然现在看起来了不得了，随着这城市化推进，
而且对农村土地征用越来越多，市场的这个拍卖价格逐步走高，就这半次土改的经济价值也是越来越惊人。值多少钱？你说这一句话，2023年全国有683个涉事的城区，它的实际的建设区域超过了1亿亩，1亿亩，就这个城市土地国有。这个1亿亩的城市土地国有，按照这个中部，咱们别东部沿海那价太高，但也别西部它那个太穷，就按照中部县城，还不是省城，也不是地级市，这个县城的商住土地的出让价格算，那个价格这个中部县级的商住土地大概是1亩就是100万。那你这1亿亩就是100万亿人民币啊，这个真是惊人的、吓人的总数字啊！在那个这次改之前它的背景，1982年这个宪法修订的以前它的背景，咱们说它的背景1949年之前，城市的土地一直是官有和民有并存，有官地有民地。各大城市的私人房地产还占大头，那就是私人的土地，有房契有地契就占了大头。在1950年到1953年期间，新政权就是中国共产党就给各地的城市的土地所有权人换发了土地房屋所有证。这是新政权发的，你说国民党的拿出来，民国的拿出来，那这东西在50年和53年之间已经换发过一次了，新政权认了，确认了城市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就已经有过这么一轮了。那所以82年要改的是否认他们以前认可的城市土地私有土地的合法性这是这个背景。1982年取消这种合法性，宣布土地国有化，你想想这么大的一个事儿，但是实际上我介绍一下这个宪法真实的这个修订讨论中的那个争论和问题。好其实特别简单，就是这个事儿是1981年的10月到11月也就是在这个82年修宪之前1年不到吧，就开始讨论这个修宪。这个人大副委员长彭真主持这个宪法修改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会议就讨论这个宪法修改草案。彭真这个开场白介绍是这么说，关于这一部分他说关于土地所有权过去宪法和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就城市的这块但历来对城市土地是按国有对待，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你看农村集体所有这是大家都清楚的，3级所有对为基础，这是写入宪法的。但是城市一直模糊，没明确规定。他们在53年又发了这个合法权的这个土地和房屋证应该是公有的按公有对待，私有的按私有对待。但实际上，尤其是文革之后，连房产都动不动就没收了。所以说，城市土地按国有对待没问题，这是事实。然后彭真说，这次宪法明确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包括个人使用的宅基地和自留地，除宪法规定为国家所有的以外，都是集体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和租赁土地，这对坚持社会主义是必须的。这就是彭真介绍的这个基本的意图、现状和以后想做的事。然后当时参加那个讨论并且发表意见的委员有10几个，
这发言者讨论了几轮，这几轮讨论的那个会议记录就没有任何人反对城市土地国有化。这个讨论之后，这个有个草案的初稿交邓小平审阅，邓小平先后两次审阅，对此也没有任何异议。也就是说，城市土地国有化波澜不惊，都认可没问题。但是呢，当时热闹的吵起来的一个问题是，农村土地是不是也应该国有化？你看当时大包干席卷全国修宪委员们居然热心的讨论是不是要把农村集体土地国有化，怎么回事？这个为什么呀？因为比如说当时的那个全国政协副主席荣毅仁，全国政协常委胡子英他们都是主张农村集体土地国有化。荣毅仁著名的大资本家，他的主张是农村集体土地国有化。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样有利于开矿，有利于采油。国家工业用地那这样一来很省事嘛。然后国家政协副主席钱昌造说，有利于建港口，有利于城市化。将来大规模的征地，你得给农民多少钱？建港口，你跟农民那儿要地，他得敲你多少竹杠？当时国防部部长是耿彪，耿彪说，对，这样方便军队建机场，建个机场，你要跟农民那儿征地，你得多少钱？然后特别激烈的主张的是国防科委主任方毅，方毅的口碑很好但是方毅说，国家企业事业发展要用地，而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变成了他们向国家敲竹杠的手段。方毅说，我们科学院盖房要用地，这他们一次一次的加价，我们付了3次钱。这么付国家财政，这么敲我们的竹杠，国家财政怎么受得了啊？而且有人说，他们这1亩地卖那几万块钱出来，够人多少人活几辈子的？那这凭什么？这不是不劳而获吗？他们这些人怎么对待农民？真是天天自己在这儿。总而言之就是在公有化、城市化的进程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之中，说起农民要价高，这个身兼要职的委员们都有切肤之痛。他们不是这些农民他们是要地的人农民是掌握地的人他们都觉得这是不行，纷纷主张农村土地收归国有，集体只有个使用权。所以我们能看出修宪委员的决策有明显的官方倾向，而且各自都清楚地站在自己所属的条条框框的立场上。其实我们完全同意人们你要不然你怎么能代表呢？问题是你只代表了自己所属的条条框框，农民呢？农民的代表呢？没见到这里有代表农民的发声所以后来杜润生一直主张农民要有农会，要有农会，要有农会，跟邓小平反复说要有农会。邓小平说，农民要有农会，共产党代表农民。杜润生怎么回答？杜润生说，对，共产党代表农民，共产党也代表工人，共产党也代表知识分子，但是呢，代表工人还有工会，所以那个农民呢，还是要有个农会。这个杜润生是特别会说话的人，回避就是避免直接冲突，把那个问题又给表达出来了。这我们农口的人都特服这个杜润生。好，那个说就是不声不响的就把问题解决了，不声不响的就把人民公社取消了。谁知道人民公社取消呀？多大动静你刚才咱们说那大包干悄无声息的说你看看人民公社职能没了，可是活还得干呢，换成乡镇吧。无声无息的人民公社垮台了，下边是大包干了，叫家庭联产承包。这些事儿如果要是硬杠，要是明目张胆举着旗帜要走一条新路，那不定得折腾多少年，不定得多少人下台，多少人那个
就是进监狱，但是实际上悄无声息润滑着就过来了。这是杜润生的那个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啊。这扯远了啊，咱们接着说，就是当时就在这个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啊，就是基本的这个决策就是明显的倾向官方，一边倒的是这个态度。有没有反对这个农村土地进？有，通常大家的不可思议就是胡乔木。胡乔木人家都觉得左哈啊，对啊，他很左呀。哎，当时他是宪法修改委员会的秘书长，胡乔木就反对。胡乔木说，有人提议城乡土地一律规定为国家所有，国有派的出来了。另有人认为农村这个土地国有会引起很大震动，没有实际意义。他说开始的时候，农村这个土地是农民个体所有的，我们合作化了以后已经归集体了啊，已经归集体了。这集体几乎你随便怎么挖了都是啊，所以其实不必宣布国有。如果规定农村土地一律国有，除了动荡，除了那个人心动荡，国家实际得不到任何东西。即使宪法规定了国有，将来国家要征用农民的土地，你不给农民报酬吗？你不得，即使你征的不叫所有权，叫使用权，你不得给他付一笔钱吗？现在你们老说农民要价过高，你可以制定一个征用土地的办法，规定土地的价格高低，不就完了吗？哎，这就是那个胡乔木的主张啊，就是你看，注意他的用词啊，可以制定征用土地办法。宪法规定土地不许买卖，不许交易，所以不能规定个买地的价格、卖地的价格，是征用的价格。就是我就是强制性的，你给也得给，不给也给。至于给多少钱，我们可以立个法，比如说土地收益的，假定是10年、20年、5年等等，你定个价不就完了吗？好，这就胡乔木就开始反对了。当时的那个赞成胡乔木的，一个是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的副主任杨秀峰啊，他也反对农村土地国有化。他说这没什么实际意义啊，你宣布国有化了，国有之后怎么管？吃大锅饭吧，谁来用？然后当时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刘兰涛就提醒，从井冈山开始，农民可就为土地而战。然后最后拍板啊，是那主持会的是彭真嘛，彭真就综合两边的意见，提了一个综合方案。他说，首先咱们先把城市定了，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波澜不惊的这事儿咱们就先定了这个，然后再说农村镇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他说这样震动小一些。然后彭真表示，我支持农村土地国有，但是咱们应该渐进。现在先搞一个土地征用条例就行了，国家所有了，农民也得找你要钱。当时的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支持。他说，哎，咱们还是逐步过渡好。他宣布农村土地国有震动太大了，有征用这一块能解决问题就行。于是这个城市土地是毫无争议的国有化。我们说这顶层改变土地制度，改变所有制，改变什么？上面最高权力一句话给你改，就是简单啊！这怎么着呢？谁能惹得起？而且这一行字的价值100万亿，怎么了？改了就改了。而且其实我们沿袭这个对于城市土地按国有对待的惯例就这个宪法的修改沿袭了这个惯例，而且再往远说，还继承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对，所以毫无争议其实是正常的。
反而是农村国有化、土地国有化受阻，发生了争论才略显异常啊。不过你要细算起来，胡乔木对那个所有权的这个名义上是什么，实际上什么这种分析啊，还有这个得失计算，还有彭真的这种折中渐进的这个策略，其实是分寸精当，特别好的实现了政权利益的最大化。是的，对，他们其实仍然是在维护这个政权的利益，减少了震荡，降低了成本，其实你想要的东西都拿到手，有什么不好啊？其实他们更高呢。这就是这半字涂改就介绍完了。